须封主卧房。因为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住公司的关系，我逃过了一劫。但其实我之前就稍微有注意到了，我就有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家高男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就好像听到那个天花板里面一直发出稀稀疏疏的怪声音哦，就可能天花板会塌下来哦，但他不理我，我都是用一些比较消极的手法处理它，就把它清掉啊，然后再重新上漆。那我心里就大概10有8九知道说这个天花板结构已经不 OK 了，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天花板要掉下之前会有什么前兆呢？润年设计 Living to Sing 是一个跟宠物友善、跟室内设计知识有相关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就开启订阅，然后把小铃铛点起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重要的资讯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雅，好像都没有带大家来 Room Tour 设计师的家，对不对？今天就是 Room Tour，Let's go！ 来，首一站我们就要来，哇，废墟封主卧房。不好意思哦，大家不要惊动。怎么样？这个风格大家喜欢吗？谁家想装潢成这样？我帮大家装潢一下。你们知道我最近工作都很忙，很可怜，我根本就没办法回家，我每一天都住公司。你以为我很悲伤吗？我超快乐的，因为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住公司的关系，我逃过了一劫。虽然啊，我们家的天花板是塌下来了，变成现在这样废墟风，然后钢筋还整个都给我裸露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天花板也是很给面子，塌下来的很符合我这个设计师的风格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带饭团露营嘛，他直接在室内给我 create 一个露营的房间，而且你知道最棒的什么？我还可以开灯哦，你看我还可以开几段式的灯呢，我在这边有没有很微妙的感觉？好美哦，天哪，傻眼！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吗？就是因为呢，我们家是5、6楼顶楼，跟你们说顶楼户，你就是要永远有一个意识，你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漏水的问题。因为呢，在那个房间的正上面呢，它是一个阳台露台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可能会在上面浇花，或者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，那个露台应该防水是有点被破坏了。但其实我之前就稍微有注意到了，我就有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家高男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就好像听到那个天花板里面一直发出稀稀疏疏的怪声音哦，就可能天花板会塌下来哦，但他不理我。总之呢，反正天花板就这样塌下来了。因为呢，这已经是我此生第2次遇到天花板塌下来的事情。第一次呢是在我的办公室里面，那这就是第2次。其实这一次在它塌下来之前，我自己已经开始闻到那个味道了。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天花板要掉下之前会有什么前兆呢？啦啦啦！天花板要掉下来之前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开始听到你天花板里面发出奇怪的声音。那你一开始可能会以为是老鼠。所以，假如有人家里天花板发出声音，你可以先查一下是不是老鼠。如果不是老鼠的话，你就要开始有一点心理准备，要开始注意你家是不是有漏水。第二呢，我听到天花板开始有声音之后，没过多久，我就看到天花板有裂缝，那我心里就大概10有8九知道说这个天花板结构已经不 OK 了。第3件事情呢，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墙壁可能有时候老屋本来就会有一点壁癌，可是如果你壁癌是突然在短时间之内跑出很多壁癌的话，那你家肯定就是要漏水了，天花板就有可能会像我们这样，因为呢，在这个天花板正式要掉下来的前一段时间呢，我是发现我们家壁癌变得非常的多，我都是用一些比较消极的手法处理它，就把它清掉啊，然后再重新上漆。但是其实那时候应该就是已经漏水蛮严重的，所以大家应该有看到缸里面的钢筋整个都已经裸露了。大致上只要有这3个事情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可以差不多找漏水师傅来了。既然就是那个天花板已经塌下来了，我们就要乐观的面对这件事情。那遇到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就是解决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就是要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先把那个房间里面清运干净。那大家有看到它的整个已经天花钢筋锈蚀都裸露了嘛？之后我们就是会做除锈的事情，然后跟请泥做来把天花整个补平，也会再处理一下楼上的防水。总之呢，我们就会告诉大家，假如你家天花因为漏水塌了，接下来要做怎么样子的修复呢？那就会在下一集告诉大家哦，敬请期待。他一进来这房间直接上床，你来救我了，谢谢。